大雄沉入海底的时候，竟然被一只美人鱼救了。难道人鱼的传说是真的？大雄在疯狂翻书，甚至熬出了黑眼圈。哆啦 A 梦还以为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结果大雄根本不是在学习，而是在准备一场晚饭前的辩论会。主题是人鱼到底存在不存在？此前大雄正陶醉地看着美人鱼的童话书，他想着哪怕一次也好，真想见一见美人鱼啊。小福和胖虎立即嘲笑了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人鱼的。但大雄坚信人鱼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他在书上见到有村民曾见到过人鱼的经历。他让小福拿出人鱼不存在的证据，小福认定那本书是唬人的。大雄难得的没有怂，冲上去跟小福对峙。胖虎立马提议让小夫和大雄对人鱼存不存在这个问题进行辩论，再由大家伙一起来裁决。如果大雄胜，那小夫的恐龙模型就都归胖虎；反之，那大雄的所有漫画就都是他的了。虽然这的方案对大雄和小夫来说都是赔本买卖啊，但胖虎不由分说的就号召大家放学后去大雄家集合。辩论会开始，由胖虎担任主持人。首先是大雄发言，大雄拿出一张做了标记的地图，画着叉的就是有人曾经目击过人鱼的地方，有标记的地方数量还挺多。最早是北极，之后东南亚、挪威等众多地方都有人目击到了人鱼。看来这样人鱼存在的可能性确实很高。胖虎已经准备好要接手小夫的模型了，大雄还拿出了到目前为止各个国家所画的人鱼画像，还有古希腊的陶罐、欧洲大教堂的壁画，以及中世纪的版画、油画，甚至在日本古代也有类似人鱼的画。从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相似的人鱼画像来看，他们都是见过人鱼的。胖虎给大雄投了一票，但小夫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只是画的相似也不能说明这些人就真的见过人鱼。大雄反驳道，在没有照片和电视的年代，只有见过才能画得出来。这话让小夫哑口无言。眼看大雄就要获胜了，静香却出来发言了。他了解到意大利知名探险家哥伦布也曾在书中写过他看见了人鱼，但哥伦布的记载与大雄的言论恰恰相反。当时哥伦布以为自己看见了人鱼，但实际上那是海牛。据说还有儒艮、海豚都曾被错认为是人鱼。这样看来，难道人鱼果然是不存在的吗？小夫依旧坚持他的观点，因为人鱼的起始是赛壬，这是在希腊神话里出场的传说中的生物。起初赛壬的下半身是鸟，但到了公元8世纪，人们又将赛壬的下半身改为鱼尾，并画了出来。这就是人鱼的雏形。传说赛壬美妙的歌声能让水手失神，让船只触礁沉没，因此小夫坚信人鱼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神话，是人们想见一眼这美丽生物的愿望。小夫的说法得到了大家伙的一致认可。静香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大雄，但他也认为人鱼是传说。胖虎一锤定音，起身准备去拿大雄的漫画了，但大雄仍然不能接受这个说法。于是胖虎和小夫让他在周日结束前拿出人鱼存在的证据，否则胖虎就要连他的玩具飞机一起拿走。大雄心一横，答应了下来，因为他很不甘心那么漂亮的人鱼被说成是不存在的。大雄向哆啦 A 梦求助，帮他找人鱼存在的证据。哆啦 A 梦想了想后，拿出一台宇宙完全大百科终端机，这里面收集着全宇宙的所有情报。输入人鱼的关键词后，机器打印出了许多相关的资料。大雄发现其中有一张人鱼的拓印，哆啦 A 梦拿出道具 OX 占卜机来验证资料的真伪，结果道具告诉他们这是真的，道具应该是不会说谎的，也就是说人鱼真的有可能存在。哆啦 A 梦吃下翻译魔芋，开始解读资料。在1910年，有个叫约翰马塞尔的人在汉斯海边发现了人鱼，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，人们为这个消息举国欢腾。这件事被誉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，甚至被认为能改变人类的历史。于是大雄和哆啦 A 梦乘坐时光机去往100年前约翰发现人鱼的地方，这里正刮着台风，海面上有一艘船，船上的人落水了，这人就是资料上的约翰。他们连忙用竹蜻蜓飞过去救人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上岸。小屋里出来个金发女孩，将约翰背起送回家。居民们听见动静，纷纷出来围观。他们吐槽说约翰总是干这种傻事。今天早上，约翰又说自己听见了人鱼的呼唤，不顾台风来袭，执意要出海。这女孩名叫米凯拉，她和约翰是青梅竹马。长辈们劝说她不要再照顾约翰这种怪人了。米凯拉没有理会这些流言蜚语，依然顶着台风继续护送约翰。米凯拉告诉他俩，
约翰经常这样顶着暴风雨出海，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想见一见人鱼。哆啦 A 梦还以为约翰这么狂热是因为之前见过人鱼，结果这只是约翰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鱼是真实存在的，并且他一休息就埋头不停地画人鱼。这时哆啦 A 梦发现柜子上有个漂亮的珠子，名字叫人鱼的项链。米凯拉却说这只是普通的珍珠。这时约翰醒了，他坚称那是人鱼的项链。约翰讲述了他小时候的奇遇。8岁那年，他在海里溺水，被人鱼所救。就在他醒来的一瞬间，人鱼慌忙转头，他戴着的项链断了。约翰捡回了项链上的一颗珠子。他就是在那时候坚信人鱼真的存在。他遇见人鱼的地点是在西蒙海岸的西北处。大雄决定等暴风雨过去，就到那里去一探究竟。天放晴后，他们来到海面上，海底升起了一串串的泡泡。大雄认为人鱼就在这底下。哆啦 A 梦拿出道具，塞式吸管和深海面霜，涂上面霜之后，他们就不怕水压了。戴上吸管就能在水底呼吸。他们潜入海底，慢慢靠近泡泡升起的地方。令人失望的是，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是海底的沼气而已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神似人鱼的身影快速掠过，大雄他们连忙追了过去，但他们游得太慢了，完全追不上。哆啦 A 梦拿出变身环，这下他们有了鱼尾巴，游得快多了。他们跟着人鱼的身影来到一处礁石，结果那只是一只海豹而已。真正的危险正在接近，一只巨大的鲨鱼从他们下方追了上来。鲨鱼显然是把他们当作食物了，在后面穷追不舍。哆啦 A 梦和大雄拼尽全力才摆脱了鲨鱼的血盆大口。大雄浮出水面后，正好跳上了约翰的船。此时的大雄人身鱼尾，引起了约翰的误会。他刚想解释，就被船上的乌贼喷了一身的墨水。混乱中，他在约翰小船的旗帜上留下了人鱼形状的拓印。这下约翰坚信自己看见了人鱼。哆啦 A 梦这才明白，原来道具是证实了人鱼拓印是真实的，却并不是说人鱼是真实存在的。到头来，大雄苦苦寻找的竟然是他自己。大雄意识到，因为他弄巧成拙，让约翰误会了。他们上岸后碰见了米凯拉。米凯拉虽然很震惊，但还是比较冷静的。他俩一解释，他就懂了。那尾巴只是能加快游泳速度的道具。大雄发现柜子上有很可爱的金发女孩的照片。米凯拉说，这是他5岁时约翰送给他的画像，他很喜欢这画像，自己脸上有雀斑，但约翰竟然把他画得这么可爱。随后哆啦 A 梦发现米凯拉家里有跟人鱼项链看起来很像的珠子。这时一个老爷爷走忙过来通知说，约翰又出海了。约翰声称这次一定会找到真正的人鱼。暴风雨将近，情况很危险，哆啦 A 梦和大雄赶紧过去救人，让米凯拉留在了家里。暴风雨来得十分猛烈，约翰的小船在惊涛骇浪里简直是不堪一击，他很快就被海浪掀翻。哆啦 A 梦刚救起约翰，转眼却发现大雄不见了。他用任意门把约翰先送上了岸，而大雄已经慢慢沉入海底。这时一道唯美的圣光照了下来，一只美人鱼拉起大雄的手，把他救了上去。大雄恍惚间看见了人鱼。后来哆啦 A 梦找到了抱着浮木飘在海上的大雄。约翰很抱歉，因为自己连累了大雄。大雄告诉他，其实人鱼的鱼踏是他造成的。约翰觉得无所谓，因为他坚信人鱼是存在的，无论流言蜚语怎么说，依旧改变不了人鱼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大雄和约翰一样相信人鱼的存在，因为他分明看见是人鱼救了他。米凯拉想劝说约翰放弃寻找人鱼，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危险了。约翰却赌气的让米凯拉不要再管他，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想再见一眼自己的救命恩人。哆啦 A 梦不忍心让两个有情人就此断了姻缘，他打算用道具回忆再现机，帮约翰再次见到那个救了他的人鱼。这道具能让人身临其境地重现任何时候的回忆。使用道具之前，哆啦 A 梦与约翰约定好，这次见到救命人后再也不可以乱来了。按下按钮后，他们就来到了16年前的记忆。当时没有照相机，因此绘画天才约翰有很高的人气，女孩们围住他，但约翰却只愿意帮路过的米凯拉画像。其他女孩都说米凯拉不好看，米凯拉伤心的走了。这时一阵风将女孩的帽子吹到了悬崖上，约翰去帮忙捡，结果脚下一滑，跌下了悬崖。过程中他的头部还撞在了山壁上，导致之后的事他就不记得了。这时他们看见一个金发披肩的人鱼游了过来，将约翰救上了岸。随着镜头的推进，大家惊讶地发现救约翰的竟然就是米凯拉。他们很奇怪米凯拉为什么不说出来。原来约翰一直以为自己是被美丽无比的人鱼所救，但米凯拉从小就对自己的颜值感到自卑。如果他说自己就是救了约翰的人鱼，约翰会下不来台的。
米凯拉很喜欢约翰的画，她觉得每次约翰在画人鱼的时候，就是在画她。这样他就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他很抱歉自己毁了约翰的美好憧憬。说完，米凯拉哭着跑了出去。约翰在哆啦 A 梦他们的鼓励下追了出去。其实他很感激米凯拉的救命之恩，如果不是他，自己也无法再站在这里。而且米凯拉是第一个称赞他画得好的人。每当他想见人鱼时，也多亏米凯拉的帮助，才让他活到了现在。说完，约翰就向米凯拉求婚了。米凯拉受宠若惊，但约翰的神情里满是真挚的情感。最终，米凯拉扑向约翰的怀抱里，扬起了幸福的笑容。约翰的事解决了，但大雄很好奇自己刚才是被什么所救的呢？哆啦 A 梦提议用回忆在线接看看，也许救了大雄的是像他一样可爱的人鱼。大雄一想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还是算了吧，给自己留个美好的回忆。最终大雄还是没能找到人鱼存在的证据，看来他的玩具飞机是保不住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相信世界上有美人鱼存在吗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